我觉得中国很聪明，我不需要去因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产业国家，因为如果说我一旦对日本断供，那这个产生的蝴蝶波澜效应可能会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中国干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产业？我现在只要针对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为你去造成全世界对我围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论之后，让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而且呢，也瞬间让这个日本整个市场仿佛像丢进冰水一样。因为现在呢，不管是包括了日股、还有公债跟日元呢，是全面走跌告急的状况。我们就来看到日经225指数在11月18号收盘下跌了3.2%，这是创下4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了。还有包括您看到40年期的日本政府公债殖利率飙升多达8个基点，达到3.68%。那日元呢，更是触及9个月的新低，来到了155.3日元兑换1美元。好，杨老师请教您，现在中日关系一紧张，包含了股市、公债、日元，我们看到全面大跌。就您来看，这一波抛售日本潮到底会对日本带来多大冲击？这个影响其实还是整个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大盘。那特别是对于美国的8大企业，其中类似跟 AI 股有关的，像辉达，有一点就是市场的传言。所以这个是11月18号，的的确确。它的日经、日股或者是日元，大概都有一点受到影响。不过那一天其实全亚洲股市也都不好。对。那可是呢，日本的的确确是受到现在的高市早苗的发言引起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抵制或者是制裁。那这些不确定性是会产生怎么样的经济冲击？那它会不会有后续更大的一招？比如说一些大杀招，类似像是以前做过的，对日本采取稀土管制，那个对日本的经济，那当然所有的股市、日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当然在大盘这个国际的大的局势不好的时候呢，它就在日本就特别明显。可是隔一天，到了11月20号、19号、20号的时候呢，其实因为辉达的财报很好，那所以呢，整个那一天日本的半导体再加上商社这2大类股的这个提升哦，曾经一度盘内这个增加大概2000点，一度又回到了就是5万点的这个大关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的股市相当形势还是受到美股的影响，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美股的这个情况应该说美国经济的情况。都有一点就是那种担心，有一点这个担忧。一方面是经济通膨，还有最高法院的判决。那当然，这个 AI 的这个情况的获益，因此大家都觉得所有因素都夹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影响呢就会在亚洲特别明显。因为我们跟美国的经济供应链很密切，但日本特别是加上这次的高市的发言，所以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它跌得最深。那这个是以后可能会不断出现的。好，现在大家认为说北京就是拿金融武器来当做武器对日本施压。我们要来看到，您看到图卡下方，这是11月20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他在记者会上就直接警告说，如果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这个错误言论，那中方会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说后果由日方来承担。那彭博也分析说，北京祭出一系列的手段，包含了暂停日本的海鲜进口、警告旅客，还有取消一些艺人的活动等等。但是，包括刚刚杨老师也帮我们提到了这个杀手牌，就是稀土牌还没有出手哦。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为什么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动用这张稀土牌呢？如果都是大招的话，第一个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因为钓鱼台事件那中日2国曾经交恶。那时候中国有打出过稀土牌降低对日本稀土的出口那时候造成日本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恐慌。那也从那时候开始，日本自己开始要这个研发制造自己的稀土，因为他怕被中国卡脖子嘛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跟日本来讲要签稀土协议，其实日本是可以做稀土的但是它的产能是有限的，所以之后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慢慢降低到只有60%。那最近来讲的话，又开始回升。当中国恢复对它稀土供应以后，他自己觉得说，我就不要再做这个高污染的这个工业他就慢慢又恢复从中国开始进口。现在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大概是到70%，但是我认为说是短期之内非到最后关头，这个中国大概不会对日本打出稀土牌。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这个安氏这件事情就看得到，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这种产业的供应链其实是非常的脆弱。那如果说是你突然对日本断供稀土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是全世界所有产业都不管是这个，尤其是民用了哈，军用我们不讲，尤其是民用，包括汽车，包括到这个飞机哦，包括到各种这个绿能产能啊，都会受到很大一个波动影响。那我觉得中国很聪明，我不需要去因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产业国家，因为如果说我一旦对日本断供，那这个产生的蝴蝶波澜效应来讲的话，可能会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中国干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产业？我现在只要针对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为你去造成全世界对我围堵。我们从安氏半导体，荷兰的安氏半导体之乱就可以看得出来，安氏半导体这个乱之后，造成全世界的汽车的这种工业来讲的话，都为之可能因此而断供，所以全世界都急得不得了哈。当然中国很聪明了，他最后就是用豁免了，我给你汽车，而你们去针对荷兰政府，不要针对我中国，我中国是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继续供给你们。同样的稀土产业，我觉得是这样，非到最后关头，我觉得中国不会用，因为他现在来讲。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工具箱里面有很多的工具哈，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是这个渔产哈，比如说观光哈，比如说我们在讲到留学方面，这个他现在留学，你知道留学有多影响有多大吗？连川普当时喊出说不让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那你想想看，后来他又恢复，为什么？因为60万的留学生对美国来讲的话，各个大学是多大的一笔财务的补助啊？那同样道理，难道对日本不是很大一个补助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光使出这几招哈，目前来讲只是这几招，对日本来讲，它的日元已经看到它这个这2天已经开始大变了。那昨天虽然说股市有上，但是今天好像这个又开始跌下来，而且是惨跌哈，因为辉达的这种它的这种年报里面发现说，很多人跟他买的东西，但是钱还没到位，还没付啊。但是为什么欠钱没付呢？大家后面去很多的想象啊，是不是这个下游的企业来讲的话，他做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变成他没有钱去付辉达，所以大家就产生会不会有 AI 泡沫化的这种疑虑了哈。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稀土这一段它不会实施，因为它不会去得罪全世界其他产业。它目前来讲的话，等于重点打击，只针对日本。那后续来讲，它可以使出的手段很多，譬如说是这个2017年我们看到韩国因为部署了萨德系统，那譬如限韩令，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包括韩国的这个观光旅游或者是它的这种演艺事业都受到影响。那中国现在采取这一招了，电影也不让你演了哈，《鬼灭之刃》呐，或者蜡笔小新呐，哦对。其实对日本来讲是很大损伤。我觉得后面来讲它有很多，比如说对日本的这种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包括汽车这些企业来讲哈，加强它对它的检查或者等等这些措施，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那稀土是最后不得已才需要用的手段，在此这些手段如果能够生效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不会用到稀土。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那么笨到说是我因为你日本去得罪其他的全球的所有产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前谈判官，他也说了，说如果北京现在就祭出这个稀土反制，不但会激怒日本，而且也可能连带的，像刚刚李将军帮我们提到的，连带其他的贸易伙伴也会怀疑说，那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可靠性反而会更靠向美国。好，尤其呢，上个月川普才在南海跟习近平才刚碰完面嘛，也签了这个稀土出口惠及全球的协议。也就是说，那如果北京现在打这个稀土牌，那不就等于是说破坏这个协议，甚至可能惹怒川普？那张将军，你来看，如果最后习近平真的打出这个稀土牌，那美中是不是又会再爆发贸易战？我认为中国大陆它是一个聪明的，它是一个集体领导，它会在那边做非常深入的研究，利弊得失分析。我认为打稀土牌的几率，我认为是不高的。因为我们来看，他跟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已经达成贸易的协定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有贸易市场的需求性，是对方的市场，因为这是按照经济学的比较利益法则，这是回避不了的。那大家这个双方都会互利，那干嘛要再继续玩这个稀土牌呢？边际效益会递减，而且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我倒认为中国大陆会对日本的稀土会作为一个局部的限制，因为日本的稀土啊，每1年的需求量啊
是18000公吨。这18000公吨呢，那它进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吨，蛮多的。那这里面有70%，刚厉将军有讲，70%来自于中国大陆。是，那来自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会不会做局部限制？我认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你不能用这个稀土，你这个用了稀土的用途，你要给我标明清楚，来源区我要做管制，可能会做这个样子。因为日本会做相应的调整，因为日本它会做第一个市场替代。那个中国大陆它对我限制，它会向泰国、像越南这替代市场，因为越南跟泰国是日本的第2跟第3的稀土供应，那这样子嘛，那我就从其他地方来弥补中国大陆对我的控管嘛，会有这个样。第二个，它现在还有备转容量，是我备转容量，我这个继续做，我这个备转容量可以支撑半年到1年啊，那半年到1年的状况如何？那谁知道呢？我有备转容量，我还够。那这样子我就不怕，这是日本的。那第3个呢？日本会关掉一些对稀土急需，因为稀土我们知道总共17种，包含铿跟乙之外，另外15是蓝系15加铿跟乙。那这样子，那我就这个不重要的先关掉，用重要的，这是我的主生产量，我的主贸易就需要这些对稀土的需求量是比较急迫性的，我用这些。所以这样子，那这样子有这方面的应变，中国大陆打稀土牌还有多大的效果，就要去算一算了。因为这是利弊的，打出去稀土牌，结果呢没有效果，结果反而变成日本抵制中国大陆一个理由。那你这样的话，反而变成在这个损益上面、利弊上面的得失之后，中国大陆我认为他会做分析，原来稀土牌在这一方面效果是有限的，那要不要去打这一个？我认为中国大陆会戛然而止，不要打稀土牌。从其他方面，如果最厉害的话，很简单，最钓鱼台嘛，最钓鱼台从平面执法变成立体执法。从这个平常的间歇性执法变成常态执法，哎呦，这就不一样了。因为钓鱼台是主权的问题，还有维权的方面的这方面的问题了，又不一样。这个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来得好，而且这个本来就领土争端了。美国会不会？美国虽然说没担保给予钓鱼台列屿，但是问题是，只要涉及到主权争端，美国原则上是闭上关。你看那个菲律宾在黄岩岛、在仙宾礁、在仁爱礁、在铁线礁，那不是都这样子吗？那美国一闭上关之后，这个日本会屈居下风，中国会屈居上风，慢慢有一种失控的这方面的具体事实。那中国大陆何乐不为？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做一个弹性的智慧调整。是将军，我想追问一下，因为现在呢，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大家也在观望说川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可是现在其实他没有非常明确表态，只有说，有些盟友不一定是朋友。你觉得他的态度呢？这个川普他认为让子弹飞一下，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有利的。为什么？当这个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日本你国防预算是不是要加一点啊？你不要老是靠我啊！你自己是不是要ပေး一点钱，多买一些东西了？因为你紧张，你不要靠我，你老是占我便宜，赚我的钱，还有我保护你，自己是不是要多分担一点责任？所以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好的。川普他是生意人，他是讲 deal， 那就是交易嘛，那就是很简单，飞一下对美国好，美国立刻这边挺日本，日本感觉到后面有个大靠山，就不用怕了，可以忘所欲为。川普不会让日本在这一方面得逞，就是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绝对有利。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很强硬，但是现在私底下高市早苗是吃了后悔药了吗？怎么来说呢？因为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其实在高市在发言之后，他曾经就跟身边的人说，他是不小心说过头了。那现在呢，他身边的亲信也懊悔说，是因为这个官邸的资源不足啦，所以没有考虑得很周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反弹。另外一位亲信他的说法则是说，其实高市个人的能力是非常强，但是团队不够稳固，未来他们要解决。好，那说回来，他的这个不小心说过头的这个说法，赖教授您来看，他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其实在跟北京递出橄榄枝吗？他是在一种障眼法了又在另外一种欺骗。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右翼分子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骗这个字他们几乎都在用骗的。安倍晋三他自己都说了嘛，就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要说嘛，这个和平宪法不能改，没关系嘛，我们就从这个你看不见的地方里面来改，那也就是偷偷的，例如说安保美日的安保就修改，2015年的时候把美日安保修了以后，那就是变成有经济危机事态的这个法律就把它写到里面。
自卫队本来应该是专属防卫日本的本土，就说哎呀，我们修改了安保条约，所以我们要去保护美国的军舰，所以呢，日本就要参战，啊，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一个一个就改了嘛，就把自卫队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防军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安倍晋三所用的方法。那也就是说，他在他任内的时候就不说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可他卸任以后，他就说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这个就是只做不说。好，那你想我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市早苗的幕僚故意把这个新闻去为朝日新闻，这个就是一个障眼法，用骗的。他选择的不是右翼的新闻，他选择的是左翼的自由派的媒体。因为朝日新闻是日本的第2大媒体，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在艺文界里面是最受欢迎的媒体。第三个就是它长期以来它就是左翼的、左派的，而且比较偏自由主义，所以它反对修改日本宪法，反对军国主义然后他反对慰安妇，他所有的那些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东西他都反对。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左翼的媒体，透过他来说高市早苗说过头了，不小心说过头。这个不小心说过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哎，这不是我的本意了。例如说我跟谁吵架，然后我气急了，我就讲了一个非我本意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不小心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个好像就是这不是我的本意，你可以这样解释嘛？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如果这不是你的本意，你就收回吗？那为什么不收回？对，为什么他不收回？为什么官方长官说我不收回？为什么外相说我不收回？为什么他派出去的金井正章也不收回？这代表这是他的本意。好，所以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嘛。那我不小心说过头，就是说我不小心把我的底牌说出来了，是吗？说谎，公然说谎。为什么？因为同一篇的媒体，同一个采访里面，因为它是不具名的官员采访，而且是联合采访，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匿名者，它是有2个以上的匿名者。另外一个匿名者他是这么说的：11月7号的凌晨3点，高市进入官邸的书房，开始在阅读各部会送过来的这些他要接受答询的答询稿，也就是各部会送来了，他的幕僚帮他整理好了，答询稿送到他桌上，他开始在看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点要讲的画红线，要讲的话改了，就都改好了，都弄好了，那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所以他把重点，他是新闻人呢，您是新闻人呢。新闻人一旦把重点写上去，把画点画上去，就是那是梗。我就是特别要透过国会答询，把这个讯号传出去的头版头，绝对会成为日本热点新闻。谁不晓得？他是媒体人出身的，他专业训练过的，他当然知道哪些东西一定会是头版头，他就是要头版头。所以头版头以后发现，哇，这个祸闯大了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说，安倍晋三只敢做不敢说，美国不敢说，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敢说，你敢说，你勇。他本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最勇。为什么？因为有川普挺我。川普在公开的场合说，我高市早苗只要有求，他必应这4个字，有求必应，100%满足你。这个就是当时川普说的是场面话场面话，你这个高市你看不懂吗？你还给我下不了台。场面话就是说不兑现的，但是高市早苗想利用川普的场面话变成他的后盾，来给极右翼的施加压力，说我有美国做后盾，我是右翼的老大，不是你麻生太郎。这是对于党内的派系。另外对外面来说的话，就是我高市早苗，我声望振聋，我敢做你们都不敢做的事。这是一种极端的挑衅现在祸闯大了，开始想收了，是找那个幕僚不匿名的在那边传话，骗谁啊？军国主义者就是一个字，骗。好，赖教授说这个高市早苗祸真的闯大了，因为现在呢，中国这边北京的反制手段其实最有力的，我们要说到的就是
车用晶片跟稀土。那中国呢？您从图卡上看到，在中重稀土几乎是掌握了全球工艺。这些稀土呢，说回来，跟这个高科技的磁材、半导体、军工还有新能源，其实都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举例来说，日本虽然说很努力自救，但是到2024年底，他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比重，反而是从您看到2018年的50%上升到63%。尤其像是一些重稀土，像是铵、锑、铬这些呢，都是电动车马达驱动系统不可或缺的材料。那大家在说一旦断供的话，其实呢，日本它整个高科技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委员您来看，如果真的中国真的动手了，就是对这两个车用晶片跟稀土全面的打击的话，那日本他们的产业甚至说整个供应链会受到多大冲击？简单的评估哈，日本的汽车产业看品牌。有的品牌啦，必须减产10%，有的品牌要减产30%，啊，如果减产这样的话，他们的股票价格会跌多少啊？大家盘算啊。第二个，车用晶片的方面，当然不只是汽车在使用，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车用晶片很多在军事工业上用的也不少啊。你别看那个炮兵移动很缓慢，那也要车用晶片对哈。所以如果这些缺料的话它的计划中的武器生产量可能要停掉20%然后它的这个电动车跟那个所谓混合动力车，有电动有柴油车减产1半，那除此之外需要稀土磁铁的只有汽车，不是工具机还有光学仪器所用的稀土玻璃，不只是稀土马达，稀土玻璃，还有日本最擅长的精密仪器，还有半导体制造设备，全挂，因为它用量比较大那其他的涉及到电动动力用的储能电池，各式各样的电池那供应量会全部乱到一团。那有人说，那长期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的，成本2倍对，那因为它要靠回收吧，短期内靠回收来使用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技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只能祝福日本赞美日本是太厉害了，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打击，而且。整个日本产业在为高市早苗的政策付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代价。那到时候就看看日本的民意会不会反转来这个批判高市早苗。现在日本的民意还是在热衷衷的，觉得你看我敢跟中国大陆叫板我敢踩在中国大陆的老虎尾巴上我敢挑战中国大陆所谓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嘛。现在讲都很开心，那等到事到临头，那就可不一定了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替代。为什么？这个电池用的石墨负极材料，100%中国供应；正极材料60%中国供应，它哪里是拿这么多的量这是个现实问题那除了刚才我讲的锂电池这些，因为负极材料、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所谓磷酸锂铁嘛，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石墨嘛。那你这两个在全世界你找不到那么大的量的供应了，有点像说美国我产大豆可以卖给别人，可是最大的量在中国，你一样，它供应在中国，你其他地方拿不到，越南可以拿一点澳洲可以拿一点，东侧西侧。那像车用晶片，连那个最不起眼的安氏半导体的晶片，那个实在是最便宜的，中国不封装不出口给你，通通就挂了。不过当然了，因为日本它也靠台湾供应一部分台湾比如说力积电有供应它这些晶片那基本上这个安氏半导体影响是欧洲比较多，影响日本比较少。可是不只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所以日本最好长个眼睛。
好，高市早苗现在对这个中国叫板，他在国内民意是非常旺的，但其实，在政坛现在已经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了，蛮两极的。我们来看到，像是立宪民主党前首相野田佳彦，他说首相有点说的太超过了，日中关系可能陷入危险。那自民党的前首相石破茂，他说如果把这个所有情况说出来，可能会削弱原本的贺阻力。其实这个部分赖教授刚刚也帮我们提到了。好，我们要请教厉将军，你怎么看？因为现在连同党的前首相也有不同的声音。那高市早苗会不会遇到日本内部的反扑？但是刚刚蔡委员提到，他现在在日本的民调是非常高的。虽然说中国对日本不管在旅游啊，或者是这个电影啊，甚至于今天传出来水产，甚至于牛肉哦，都采取经济的这种制裁的相关的手段。但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哦，日本的民众不会感觉到痛。所以说，日本会继续支持高市早苗哈，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支持度哈会高达69%那么高。我觉得日本你要了解这个民族哈，这个倭寇民族，它就是生长在一个岛上面。你看日本这个岛有2个它很大的一个罩门，第一个就是它没有纵深。我们从上次福岛这个核电能事变就看得出来，这个国家只要发生一点核能或者一点重大的这种你不要说战争了哈，光核能电厂它就发生事变，对它国家就造成很大一个冲击。第二个，它所有的资源都要来自于从海上运进来，所以他很担心它的海上运母线被切断哈。那它也需要向大陆来发展，所以他每一次对外侵略的时候，对外主动攻击的时候，他都用同样一句话，叫做日本存亡这个危机事态哈。那你看918事变，他就想要到这个大陆来向大陆来做发展。那之前来讲的话，他也是用这句话去用这个当作理由去攻击这个珍珠港，造成珍珠港事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你美军会不会主动来切断我的海上运补线？所以我要先攻击你。当然这次来讲，台湾也是面临同样的理由。大家不要以为说高市早苗讲这话是在帮助我们台湾，不是，他是怕说是台湾一旦被中国控制住以后，它的海上运补线由南往北的运补线会被切断，所以他才说日本存亡事态哈。所以他是依据这个，不是说是为了帮助台湾怎么样，不是。但我们台湾人自己不必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哈。但这也凸显出我们台湾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那像这种岛国，很明显的，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这个非常不安全感，那对周边国家敌意也非常的重。这也就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到现在为止，一般老百姓还会在支持他哈，因为岛国心态就是这样嘛，他都会主动去攻击人，你不去招惹他就会先来弄你，因为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这种不安全感的心态。我觉得高市早苗未来来讲，可能有3条路可以走哈。这第一条路就是他把话吞回去，中国叫他把话吞回去、收回去，但是目前看起来哈，他大概高市早苗在民意这么高强度的支持之下，我认为这条路可能不太容易，他大概做不到。第2条路就是这个都不讲话，保持沉默政策然后等到事情翻页过去，过了时间以后，看事情会不会自动翻页过去。我觉得这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绝对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让他就此翻页过去，一定要强硬的要他表态，双方来讲也没有退路。所以高市早苗剩下第3条路，就第3条路继续诱到底，继续硬到底。所以为什么会传出来说是他可能在12月的某一天突然又去靖国神社，甚至于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直接所谓的无核3原则，就直接引进核子的武器哈，这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恢复他的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就正规的军队哈，把它已经这所谓的自卫队改成正规军队，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轻忽了。但是你如果说继续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定会誓不甘休。所以这是中日两国这个冲突来讲的话，可能后面来讲，我自己研判会越演越烈，因为双方目前都没有台阶可以下。好，现在外界在观察说高市早苗是不是把日本整个拖向了地缘深渊呢？就是因为这一句台湾有事论，大家在说踩到了中国的主权红线。那日本特使您看到急急忙忙赶快飞到这边，要来北京要来灭火，但是您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这方的态度呢，中方官员是双手插口袋，被认为说显然这个怒火并没有平息，而且越烧越旺。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
好，现在中日双方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大家在说高市早苗好像不但没有要灭这一把火，而且反而是往火堆里在倒汽油。因为日本媒体在爆料说，高市可能会在12月26号的时候，刚我们来宾也提到要突袭参拜靖国神社。好，时间拉回到2013年，其实安倍晋三就是选在这一天，他用首相的身份去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这个举动呢，不但是挑衅，而且是赤裸裸的把这个历史的伤疤揭开来，把中国的国仇家恨踩在脚底。好，大家就在想说，高市这个举动参拜靖国神社是豪赌吗？还是说高市现在就是全面失控了？那苑老师，你来看北京方面呢，会怎么样让日本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一次问题之所以严重的话呢，最主要是有4个方向的啊，这个让这个北京觉得非常不爽。那么我前面要讲到，刚刚这个刘劲松跟这个金井正章啊，他们之间的话呢，确实应了现在时下一句很流行的话了，就是说刘劲松是从容容啊，2个手插在2个口袋里啊，然后那个金井正章呢是匆匆忙忙了啊，还没有连滚带爬，其实也差不多了哈。那么我要顺便要解释一下，跟刚刚他讲，2个手插在2个口袋里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握手。这是外交动作，这是不握手。这里面实际上大家要了解。然后呢，针对于日本人呢，非常要面子。那这个金井正章呢，急急忙忙跑去啊，真的是有一点这个匆匆忙忙啊。我觉得他去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去啊。他其实是负责大洋洲事务的，他这边要测探一下口风，大陆生气到什么程度？大陆生气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高市早苗用的语言啊，它的 implication， 那它含义上是的确燃起了历史上的仇恨，因为他用了存亡危机的时候啊，然后呢918事变也是存亡危机，77事变也是存亡危机。整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当中的话，常常用了这套借口啊。这个虽然是借口，但日本拿来当这个军国主义的发展，就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日本的存亡危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发展啊，后续的发展的话呢，整个过程当中啊，高市早苗不但是死不认错，而且说呢讲话一次比一次的狠。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日本高市早苗刚当选这个首相，刚在川普面前的话呢装可爱，然后在印尼总统面前把椅子拉近距离，表现的都很可爱的这种感觉啊，非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年轻人当中82%支持他，年轻的女性88%支持他，全日本人的话呢，年轻人18岁到30岁人通通支持他。所以后续的发展，那民意的话呢，基本上也高居不下，就是大陆无论如何怎么样警告，都至少有46%以上，甚至60几、40几。整个民意来讲的话，以日本现在的首相的领导地位来讲的话呢，这个比例实在是高的有点不像话，让中国本身来讲真的是面子拉不下。最重要是政客当中讲话的有几个人哈，鸠山由纪夫啊，说他小狗叫来叫去，对不对？野田佳彦讲说你根本很不得体啊，你没经验，对不对？然后呢，最严重的是石破茂讲，一开始就第一个就反应，但是很遗憾的，这3个人都不重要。真的是麻生太郎没讲话啊，有影响力的人都没讲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大陆目前为止的话呢，真的是因为很生气，所以刘劲松跟这个金井正章里面的表现的态度是告诉你啊，你看这个大陆的这个外交官的话呢，每一件事情他们都是有动作的。其实，因为我们长期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我们对于外交官的训练，就是基本上变成爱不爱台湾的这种观念了。其实大陆的外交官，他每一个动作，他讲的每一个字、每个词，那么这一次当中的话，最重要的外交部的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是发言人叫林健，另外一个是日本的总领事叫薛健，双剑齐发，他们讲的事情真的比较严重。一个林健就问你日本到底要干嘛？你对台独要发出什么讯号？你回答一下。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回答。那个薛健更不要讲了，直接把这个莫名其妙冒出来头给砍下来。我今天上午还跟一个日文很好的学生问了一下啊，他说他的话就这个意思。是好，现在呢，刚刚岳老师帮我们提到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是真的蛮喜欢高市早苗，也可以说他在日本的民调真的就是居高不下。但是我们往外看呢，现在日本的外交，大家说是不是全面失控了？因为除了上任不到1个月，现在中国方面气炸了。那我们看到韩国也因为独岛的问题召见了日本公使，提出了抗议。而且您从图卡当中看到了，国会议长直接要求日本说，必须要展现出对2战的真诚反省，还有负责的态度。俄罗斯方面也是出口警告，说对日本外交官等30个人寄出了入境的禁令。
而且在北方四岛展开大规模的军演。那北韩呢，无独有偶公开批评说，日本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暴露了战争国家丑恶嘴脸，而且警告说，日本挑衅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好，现在大家在看说高市的路线现在蛮激进的，1个月之内哇，一口气得罪了中俄韩朝这4大国，也让其他的亚洲国家其实感到蛮紧张的。所以，盖哥就您来看，日本的外交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陷入全线孤立化这样的困境呢？高市早苗，你绝对不要因为你的民调升高而窃喜。我可以告诉你，日本年轻一代根本不在乎政治。更不在乎国际局势，跟我们台湾小孩一模一样。他们连他们自己的定位都搞不清楚，所以你以为从这个来自这些年轻人的高支持率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要回归现实，你要回归为什么中韩以及俄还有朝4个国家现在都对你表现出强硬的态度，那就是因为你最近的这些言行会导致这些国家侧目。当然会侧目啊！什么叫做存亡危机？存亡危机事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万一发生了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日本要再武装吗？其实再武装这个议题，几十年来、半个世纪以来，都是亚洲周边国家所害怕的，很忌惮这个问题。日本它因为宪法的规定，它不可以再武装它的这个部队。那如果说它能够它现在派驻海外，它只能就在一种什么，就是一种人道救济的那种状况下，但是它绝对不能成为一种派兵也就是说，波斯湾战争打得多凶，没有日本军队，没有日本自卫队，为什么？因为你在宪法不准你派。现在你高市早苗，你突破这个禁忌之后，所有国家侧目。我跟你讲，远在澳洲1万公里以外的澳洲，他都侧目，为什么？他最害怕这个，因为澳洲吃过亏的嘛。澳洲、纽西兰、印尼，每个国家都怕再吃这个亏，所以邻近的国家他更不用讲了。高市早苗据说12月26号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看是真的。他现在都不敢讲话，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要去啊。为什么？因为我要继承安倍的遗志啊。安倍13年前去过啊，当时去的时候的结果下场是什么？就是稀土不给啊，大家还记得吗？北京当时就说你这样搞的话就不给。这13年来，日本受到教训了。本来是90%靠大陆，现在5%靠大陆而已了。他们已经赶紧想办法弥补了。可是那时候真的非常严重啊！所以大家晓得说，你如果说你真的去参拜靖国神社，就有点像纳粹集中营一样，那是永远的耻辱。但是日本的民族性很奇怪，他认为这些人是英雄。这些靖国神社3种人啊，一个什么日俄战争。还有什么中日战争，还有一个太平洋战争，3种人，这3种人他们派出去的都是侵略者，都是各国厌恨的人物。结果他们现在供在靖国神社里面246万名官兵的香的牌位，你去参访他，你就是怎样？你就是不尊重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南韩、跟台湾、跟大陆。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他如果胆敢去的话，那他就跟周边国家干嘛？就是宣战。所以俄罗斯说，我现在开始举行军演了特别针对北方4岛举行军演。北方4岛哪4岛？国后、泽捉、色丹、池武这4个岛，这4个岛的争议已经80年了，到现在不能够解决。俄罗斯再次军演就是告诉你说，不可能解决，我不要跟你谈。那日本到现在，你看得罪大陆以后，俄罗斯对他也那么强硬，朝鲜也不遑多让，韩国为了独岛也是这样，你就觉得四面楚歌，川普来帮忙吧，没人要帮你。好，确实，那日本这样动作频频，大陆方面是怎么样反击？我们就来看到，因为日本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之后，隔2年，1958年就非常开始很积极要争取非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嘛。其实这70年来呢，一直有机会就想要希望可以得到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对日本而言，这也被看作是他们战后国家正常化的最后一步。所以历任首相其实他们心中都有这个梦。但是现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就直接宣布了，说日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好，大家再看，就因为高市的这一句话，让这个日本的这个入场梦是瞬间清零了吗？这个议题要分成2个层面先来说。我们现在说第一个层面，
台海的一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因为台海当中包括了亚洲的一个航线，包括的能源，包括的电子产业等等，这我们就不再赘述哦。但之前驻韩美军有说过，未来会有2个任务，一个是防卫朝鲜，另外一个就是台海介入。就是台海如果有事的话，驻韩的美军，韩国不加入哦，驻韩的美军他要加入。今天意大利媒体直接说哈，其实中国很怕一件事情。我刚刚跟各位说，中日2国极度的克制哦。意大利媒体他说，中国最怕的就是万一日本再武装，同时去介入台海的话，同时美国跟台湾跟日本的一个介入，会不会对中国比较有利？这个是不一定的哦，这是不一定的。先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来说这个入场哦，讲到这个入场梦，日本就真的难了。为什么有真的难的呢？我们去把那个联合国的定义先抓出来哦。联合国的5常是哪5常呢？很简单，2次世界大战当中带领着全世界去打败那个邪恶轴心的，叫5常。所以当时中国、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后面改名叫俄罗斯。那我们来看哦，谁被撂倒？撂倒当中，第一轮是日本、德国跟意大利。所以那时候最早的时候，这3个国家是美军进去托管，它的定义叫托管。后面发生了韩战，韩战完之后又托管的一个地方叫做韩国，所以简单的说，就定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就联合国的定义，它要入场，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困难度的。第二个，日本当然有它的一个强度啊，日本的强度是它目前在全世界的经济是排前5大，目前美国、中国、印度、德国、日本大概就是5大当中在盘旋，军事的话大概是排前10大，但就定义上来说，这是第一个比较麻烦的定义。第二个是你要跟中国去在联合国当中比投票，连美国都比不赢。为什么连美国都比不赢呢？我来跟各位说哈，在过去40年的过程当中，美国人曾经叱咤风云，但后面美国人发现要经营国际关系好累哟，又要人，又要钱，又要不同的语言。那过去是所有的人都到美国去读书，那很简单，最精英的人都去英美读书，以后这些人当总统了，当然是比较亲近我们啊。可是过去40年当中，中国很认真的在经营非洲、中东、拉美等等的关系。所以呢，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你有什么需要？而且他们也说，他们不会像过去殖民地的一个时代去来殖民你。那中间有很多的因缘际会啦，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哈，在联合国比投票的话呢，现在美国都没有办法撂倒中国的情况之下，日本要入场，开干蛋供3个字。不可能。现在呢，中日关系不但没有缓和，而且几乎是全面炸锅了。就是因为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的这一番言论，引爆了北京震怒。我们要来看到呢，现在学者点出来，因为说其实呢，高市早苗他这一句话就是直接踩到了北京的4道最高的等级的红线。我们来看到，包含了是主权红线，认为他讲的这一些话呢，暗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民族记忆红线，因为挑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伤痕；还有政治尊严红线，明明才在釜山跟习近平承诺说，会稳定关系，但是怎么回国之后就背刺挑衅？还有包含了国际化红线，企图要把台湾的问题推向国际战场。所以呢，北京现在反应也是非常的激烈。你可以看到，北京马上就祭出了4把利剑，包含了旅游禁令。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就评估说，如果中国的游客减半的话，那他们 GDP 至少是会下滑0.3%，影响47万人他们的就业哦。还有包含稀土管制，因为日本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呢，非常依赖中国的稀土，尤其是您看到了像是迪特，这几乎呢都是从中国来进口。还有产业链的脱钩，加速了对日本产业的国产的替代，以及包含实战化军演、扩大海空训演范围，而且提高频率，对日本的自卫队射入台海的行为，也画出了这个明确的红线。那还包括有一个热腾腾的消息是在我们录影之前宣布的，因为中国直接通知日本说停止进口日本所出口的这些水产品。那现在大家就在想说，是不是接下来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日本有艺人也接连表态了，像是歌手美伊里亚，还有演员呢石野浩二，他们直接在微博上公开表态，说永远支持一个中国。好，想请教韵老师了，你来看高市他踩到的红线到底有多严重？还有说这几把利剑，哪一件对日本来说最致命？非常非常严重啊！这个里面讲的这个4个红线都是跟台湾有关的。主权红线，他讲的台湾有事，学安倍晋三讲哈，日本就有事。我觉得日本就应该有伤势啊，
啊，历史来讲的话呢，历史仇恨啊，因为大家都会强调14年的抗日啊，台湾从1895年开始啊，对不对？我们的抗日的话呢，你要加多少年啊？对不对？要加上就进去啊，然后这个政治上的红线，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在这个在韩国的时候 ，APEC 会议当中，这个高市早苗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见面了30分钟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高市早苗回头就见了林信义啊，还称之为执政的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呢，就非常生气啊，那就要把这个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这高市早苗讲的这种事情的话，也只是很委婉的把所有日本的心里的想法整个说出来，但是日本本身就是日本跟中国就是2个不同的国家，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啊，你刚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旅游禁令的话呢，说句良心话，日本人的话呢很倔强。日本人到目前为止的消息啊，不但是拒不道歉，也不要把话收回来，甚至说高市早苗12月份的时候要参访靖国神社，到里面的话披麻戴孝，哭得死去活来，你就是要做给你中国人看。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讲啊，第一件事非常重要，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啊，高市早苗的情况也有预谋，日本的政客也有预谋，那中国的这个政府单位当中的反应啊，那中国的预谋我可以这样子讲哈，就是说在11月7号那一天第一时间内。啊，就外交部、国防部再加上国台办，同时集体反应，用到最激烈的文字。最后第2天的晚上凌晨1点半，召见那个日本驻华大使，啊，就叫做奉敕，啊，表示什么呢？表示从上到下。这奉敕这里用的词语，外交词语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里面非常严重。那另外的话呢，我自己的话呢，啊，这个我非常了解大陆人的心情啊，因为我自己也是算大陆人嘛。所以说，大陆的整个民情舆论都非常激动。像你刚刚问到我说旅游啊、稀土啊、产业链脱钩啊，包含禁买财产品呢，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这都不会是重点。实战化军演是重点。我可以讲，这个预期上来讲，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妈妈桑讲出来的话，真的把台湾害到了。因为我们台湾人几乎所有人认为这个仗打不起来。啊，这个仗绝对打不起来，为什么？就是会觉得说，你只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台湾人有这个弹性，但是日本人很傻，日本人没有这个弹性。高市早苗做了一个违背的事情，这个现在实战化的军演的话呢，里面配合这个实战化军演，不是只有在黄海实战演习、实战演习这个3天而已。这实战化军演的话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大概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消息，整个围台的这个大陆出动的战斗机60几架次。啊，就这几天几乎都是这样子。然后这里面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俄国啦、韩国啦、朝鲜啦，啊，整个东北亚地区沿着日本当中都环绕的开始表达有一种都谈到军事上的问题。啊，这个详细的情况等一下可能会有人再谈到，我不愿多说。但是我会大家想一想，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吗？为什么韩国、朝鲜、俄罗斯怎么突然之间都对日本表达强硬呢？那这些的话呢，难道不是预谋吗？啊，虽然我没什么证据，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好，谢谢岳老师精彩的点评。我们就要来看到刚刚说到的这4把利剑，因为大家在说，这真的是非常精准的扎在日本的命门上。怎么说呢？其中尤其是稀土的部分，因为日本自认为说现在已经降低了对于中国的依赖，但我们从图卡上您可以看到，事实的情况就是还是有60%就是靠中国。尤其现在呢，全球的稀土加工能力呢，90%就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上。以及包括了全球70%的稀土产能在中国。好，那回顾2010年的钓鱼台争议，当时呢，日本的汽车、科技这些产业是完全慌了手脚，尤其当时稀土的价格是一年之内就飙涨了10倍。所以现在很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如果是稀土一断的话，大家在说，那日本的汽车、半导体还有军工业可能是全面被垄断了。好，我们要请明宽哥来看了，因为德国前阵子他们被迫要停产嘛，是，那就连川普这么倔强的川普都不得不低头。好，那现在日本，就您来看，他有办法可以承受吗？稀土的话，日本当然是没有办法承受，但是我们这个议题要从高一点的地方来看这个大议题哦。刚才老师有说有可能会走向战争的一个边缘，我个人比较乐观。为什么个人比较乐观呢？我认为现在中国跟日本是把这场戏的张力全部张到最大，但其实双方都非常的克制。那我们一则一则来谈哦。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日本一直有所谓的首相荒。什么叫首相荒呢？日本的首相只要听美国的话，他一般能做的比较久，除非像安倍中间遭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中间呢，你只要向中国去倾斜的话，很奇怪哦，那个首相待不久，
所以后面呢，各位可以发现呢，后面的话首相就常常换，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日本的首相像什么呢？像走马灯啊。那走马灯后面等到了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也是花了9牛2虎之力才上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呢？因为自民党跟公民党中间还决裂完之后，后面好不容易就经过了一番波折完之后，可是高市早苗目前在日本的民调高达70%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件事情，是川普紧紧握着他的手，感觉是爸爸握着女儿，然后呢，突然间从西装里面拿出一张，你要什么？告诉我，我通通会为你满足，这个叫空白支票。但是我们回头来谈到后面的架构就是双方把戏演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日本的外务省赶快去跟中国的外交部来洽谈的当中，这个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中方也得到了该有的一个回应，然后美国还说哦，他们会从延国的基地撤回了提风系统，所以双方其实是在降温的。但我们谈论到稀土这个就有趣了哈，全世界的稀土呢，它非常的重要。可是稀土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是在过去稀土是什么呢？是吃力又不讨好，价格不高。从矿源沿路到湿式的提炼，一直到干式的提炼，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方法。可是很多人不晓得，缺了稀土，医疗不能动，汽车不能动，电子不能动，太空不能动，通讯都不能动。我就不讲细节。各位还记得吗？单在今年，欧洲4大品牌，他们说没办法做车了，为什么呢？因为稀土当中有一个叫做永磁磁铁。永磁磁铁它做的叫做永磁马达，它具有很高的一个磁链性哦。后面日本的 Suzuki 也出来投降，我们也做不了车了，我们也没办法做。各位，这单是汽车。所以后面呢，我们去谈论到川普的一个关税，我个人对于川普我是看不懂啊。川普的关税很多时候他是举着正义的一个大旗，但很多时候是你内容到底要讲什么？各位还记得吗？后面当整个美中握手对于稀土的议题谈完之后，突然间墨西哥跟巴西懵了啊！天哪！中国的关税比我们还便宜耶！中国的关税比墨西哥跟巴西还便宜耶！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哦，中国这次在关税的谈判上，他们是处于被动的一个角色。但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他们每次在关键的时间点，常常可以取得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只能说，稀土这个战役可能未来在20年、30年当中会持续的演进。但目前从矿源到提炼到最后的一个终端产品来说的话，中国具有优势。美国、欧洲一直说，我们现在要赶快来，要加油，我们要买矿产，我们要建工厂。其实这是需要20-30年的一个功夫。最近美国刚刚去跟非洲提了所谓的矿源保障，但是呢，他们非洲人说，中国已经先来了，现在新的货还是要先给中国，后面有多的新开采的再给美国。所以这次中国在稀土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可以说是打蛇打七寸，打的整个美国跟欧洲跟先进工业国打的是哇哇叫啊。是好，除了从经济上来看，其实在外交层面，大家也在分析说，拿日中2位领导人的外交层级高度来看，因为分析认为说蛮讽刺的，日本呢是背信忘义，说背后对中国下毒手，但是北京方面呢，对大国的外交当中反而是展现了这个成熟度，因为像是中国就信守跟川普的承诺嘛，履行了釜山协议，用这个高价买下了14船的美国大豆。那现在大家在关注说，好，中日关系闹得这么紧张，那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美国现在悄悄的把这个延国基地部署的提风飞弹撤了回去，而且川普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直接说，其实美国很多的盟友不是朋友。外界就在看说，北京现在是很守信，但是日本反反复复。那大家也观察说，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态度是不是比较冷淡？是不愿意帮日本来善后吗？还是在跟日本做切割？干哥都已经弄到全球头条了。川普，你倒是讲话啊，对不对？我们日本现在被国际围攻了，怎么办呢？老大哥帮忙，不帮，为什么？当然不帮，为什么？我们才刚刚，敏宽刚刚讲的稀土才刚刚讲好，现在又有一样刚讲好了。我跟你讲，14艘船已经开始往中国开动了。为什么？总共载了84万吨的大豆。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川普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终于卖出去了，终于卖出去了，船终于开出去了，我可以被农民少骂一点。等一下，我没有这样而已，后面还要再买1200万公吨。大陆外交部已经承诺，到12月底我会再买1200万公吨，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多。通常每年到现在，中国已经买了这个美国大豆3000万公吨了嘛，可是今年大概只有2000万公吨左右啦。那这一批14艘船已经出去了，从墨西哥湾开出去了。川普心里在拍拍手鼓掌，所以高市你搞这
这个大麻烦。现在叫我怎么在言语上面去帮你忙，很难呐，你知道？因为你会掂量嘛，外交辞令都是这样，看对方的反应，你决定怎么说。你硬一点，我软一点啊！我硬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软一点。那你现在从头到尾你看今天早上那个画面，你看那个刘劲松，中国外交部那个亚洲司长刘劲松去看金井正章特别跑去看他，两手插在口袋里面，你讲你的，我听我的啊，然后一脸不屑，也没有太多的反应啊，然后但是记者问他，他还会讲哦，请问一下你们会面的结果怎么样啊？很严肃啊，很严肃就说明了一切嘛，也没有说我骂他啊，他也没有哭着跟我求什么，那你就从这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态度是很一致的啊，从薛剑到刘劲松，甚至到《环球时报》啊，他们讲的话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意志是一致的，所以高市早苗你没有什么选项。但是金井正章也讲了，很难收回，不可能道歉，不可能道歉，那会怎么样啊？那是不是要再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哈，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还是最后由美国来出面还价，办一个什么会议之类的才有可能。不然的话，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因为以日本的态度而言的话，他是不可能收回他讲出去的话。是。那可是这个不是只有中国现在对他这么有意见，而是周边国家开始都有意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市，我觉得他的首相之路比我想象的还要短命。好，针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一起争议持续的延烧。刚刚我们特别聊到了大陆的杀招，除了在经济跟外交方面上面的杀招之外，现在这边呢，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大陆在军事上面的另外一个杀招。今天来看到北京尤其是习近平抛出的琉球未定论，正面挑战于来自于日本的主权，并且另外一方面在海陆空三军压境在冲绳，民意也在做反制了。日本被逼到最危险的深渊吗？今天会一起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习近平祭出的这个琉球未定论挑战了冲绳主权，日本会不会被打到最痛的要害呢？另外一方面，大陆包括海陆空现在三军也压境，无人机越界，海警闯钓鱼台，冲绳真的站在中国大陆火力的半径之内吗？来自于军事上面的威胁。最后是冲绳的民意其实是不愿意打这场仗的，不想为美军打仗，所以呢，民意反扑日本，二战的恐惧也再次的被唤醒了。北京能否利用冲绳反战的舆论来反制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来自于大陆官方的中国日报旗下的一个工作室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重磅影片。这边特别提到，琉球王国呢曾经跟中国大陆维持500年的宗藩关系，1879年的时候才被日本并吞，并且改名为冲绳县。那么这个影片也直接引用了包括了开罗宣言，还有这个波茨坦公告，指出呢日本的领土其实只限于这个4大岛，而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琉球，其实在当时都没有完全的被定论，明确划分为日本的领土。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就已经完全是证实了习近平所提出来的琉球未定论，他所抛出来的这个议题。而大陆其实在冲绳也已经长期透过软性的方式布局了许久的时间。2023年，当时我们来看一下李强曾经呢接见冲绳的知识。那么日经新闻也揭露在这一段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包括了200个境外的账号不断的煽动冲绳独立的一个内容。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祭出的外交杀招，琉球未定论会被杀得日本措手不及呢？尤其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因为它是美军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重心，也是日本介入台海必经之地习近平这一招能够打中要害吗？大使怎么看？这个是当然可以打到日本要害了，因为日本事实上的话，你说1879年被日本并吞是被日本非法并吞。因为在1879年的时候，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当时的中国大陆都承认琉球是一个独立王国的。那所以日本的并吞是，而且当时的是琉球人所反对的，不是自愿跟他合并的，不像他当时这个跟韩国它是日韩同主论以后它是合并的，
韩国并没有太大的反抗。这个琉球是强力反抗的，而且派了使臣到中国去跟李鸿章跟清朝求助。那中国大陆当时也反对，可是因为1895年又发生甲午战争哈，中国大陆连台湾都丢了，所以那就琉球的问题就一直摆着。可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开罗宣言的时候，照我看的历史，当时这个罗斯福跟蒋介石总统就讲说，他说这个我们都知道琉球不是日本的，你们中国有没有意思收回去啊？对不对？那当时蒋介石没有做反应了，后来他怪那个时候王宠惠没有办法讲清楚，因为张宠惠是现场的翻译啊。那这件事情就有点不了了之。可是后来的波茨坦宣言，基本上琉球是要当做它不是就没有就说就不是日本的，所以美军才完全占领。占领以后，当时的处置是要交给联合国，然后联合国然后用托管的方式，最后交由琉球人民用自决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出路。那日本就很紧张，那琉球人如果给他自决的话，一定是寻求复国的，因为他们有500年的上氏王朝，上氏王朝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个琉球叫万国精良，它是这个在南海上重要，这个东海上重要的这个贸易据点。另外一个，它这个国家治理好，这个当时明朝皇帝颁了一个匾叫“守礼之国”，这个国家民风淳朴，然后老百姓生活得非常好。你要说它是群岛还很小的话，它有多少？它有4600平方公里啊，将近5000平方公里啊。那是台湾的大概6分之一、1/7啊，人口有155万啊，不是小地方啊，所以它过去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独立的王国，世外桃源，被日本并吞了。那日本并吞以后，对琉球人是把它当做什么？当做2等公民。琉球人在日本的社会历来都受到很大的歧视啊，他们叫这个琉球人。然后呢，2次大战的时候，美军打日本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跳岛战术，所以我们台湾人是很幸运的。那时候美军选了半天，说打琉球不要打台湾，如果打台湾的话，台湾是死伤惨重啊。结果美国直接从菲律宾拿下菲律宾以后，跳岛就跳过台湾，就直接打琉球。那琉球这个战役里面，琉球的老百姓不但被美军死于美军的枪火，也死于日本军阀。日本军阀怕他们怎么样投降，然后呢叫他们跳崖，然后呢你不从的就处决。日本那个琉球人死了几乎1/3到1/4的人口，所以琉球对于这个日本人是极度有他的戒心的。而琉球的语言文化都跟日本不一样的。你要去琉球去看的话，琉球最多的是什么？跟我们金门一样，风师爷。松狮爷，所以琉球事实上，它过去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最深。那琉球人都到福州有个琉球馆去求学经商，都经过福州的。那个时候明朝的时候，要帮助琉球的这个发展，有闽人36姓，就是我们福建人36个姓的人迁居到琉球，帮助他的文化提升，各行各业的去。所以琉球人很多人都说我是中国人啊，那被日本人是很奇怪的事，而且他是被日本强占的。所以今天这个中国大陆讲琉球问题，只是回归一个国际法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声明而已。那琉球到现在有很强的复国运动，所以呢，对日本人来讲，他一直压制，他一直强迫同化，他一直移民。可是琉球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日本人。他有自己的文明，自己的这个传统历史啊，所以如果有大国愿意声援的话，我想日本这个琉球人会增强他们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现在就跟他们这些人就讲说，他们的第2次大战的时候那个命运要被重演了，日本人又要牺牲他们了，要把琉球当作战场啊，先牺牲琉球人的命啊，来保住日本人的命。所以呢，这个看法在现在琉球很普遍，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提琉球也是在帮琉球人解除一个未来可能的一个整个很悲惨的命运。
是好，刚刚大使帮我们特别看到回顾当时的历史。那琉球人有没有可能借由这个2战当时的一个伤痛哦，顺便就是因为对于日本跟美国的不信任，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顺应冲绳的民意来用这个方法牵制住日本？等一下我们请上志哥会持续的帮我们做分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在刚刚习近平提到的这个琉球未定论的时候，是不是也用武力的方式要触及到，让他知道说，中国大陆是有办法可以触及到冲绳的呢？尤其现在包括了海军、空军、海警哦，大陆是3路一起动起来，日本恐怕都是挡不住。刚刚提到了3路，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海军方面怎么做？这是来自于大陆的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11月18号到25号会每天实施的是实弹的射击，那么地点就在江苏的这个连云港的一个外海。距离日本最近的离岛大概是870公里，距离九州900公里。告诉日本说，我们的导弹是打得到你们的。另外一方面，第二个则是从空军方面，大陆的无人机直接大辣辣就穿越到了与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空域，日本只好被动式的派战机来做升空，但也不能多做什么。最后是海警，11月16号4艘海警船，他们呢都是有搭着这个舰炮的，轮番闯入了钓鱼台的领海，日本抗议之下，大陆也是完全无视的。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方面来向日本展示说，大陆有足够的武力来支持琉球独立吗？也有哪一些是最致命性的，会对冲绳带来最大威胁的武器？干哥怎么看？中国海事局本来是发布这个在黄海的那个军演实弹射击啦，是17号到19号，结果到今天打到一半，他说不过瘾。我们决定从18号延到25号继续打，为什么？我就打给高市早苗看的嘛。老实讲一句，我继续在这边军演，距离你们不到1000公里，你们的 P1 侦察机一定会看得到，而且拼命收集数据，没关系，就让你们收集。它的 P1 海上巡逻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海上巡逻机，所以说我就让你收集嘛，对不对？看看你觉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态度是什么？好，这是军方实弹射击，因为是实弹哦，所以海事局为什么要发布就所有的船只都要回避啊，不然的话，你要是不小心被我们的军演给打中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这也同时警告了外国船只，所以日本距离这么近，当然是直接警告嘛。那中国的无人机无侦7跟无侦10这些飞机都很像美国的全球鹰长程无人机。长程无人机它可以在天上滞空超过30个小时，它竟然飞越了与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领空，距离与那国岛很近，与那国岛的雷达已经抓到它了。那抓到它代表说什么？代表我今天不是用歼16来对你示威，我是用无人机，下一步我就会用歼16。下一步要是我飞越与那国岛附近上空的话，那就是直接警告，而不是挑衅的。那所以就是我今天派无人机去，你看到无人机你会觉得威胁很大，那下次威胁更大。所以另外第三方面还有就是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中国海警派了4艘具有舰炮的海警船其实那根本就是军舰呐，好不好？那就是以前退下来的056，把它改装成那个海上巡逻舰它是带着舰炮的。通常来讲，一般的海上自卫队是不会带舰炮的，除非你就是说有重大的事故才会带着舰炮。那中国现在带着舰炮，然后我要坦白讲一句，中国在去年已经要登全世界第1大的海上自卫队了。就不是海军海上自卫队10年前日本最大的7000吨的福岛号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军事迷都跪下来羡慕。现在中国的最大的海事船兆头级12000吨，日本早就被比下去了。所以在这3管齐下之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日本人他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讲回来，冲绳地位未定论，当然未定啊。为什么？因为冲绳在1945年冲绳战役叫做阿号作战。阿号作战的时候，那个就是他就逼所有的人民，你们就美军攻上来的时候，你们只有一条路，从悬崖上跳下去，
刚刚大使讲的，用下去，不然，男人会被枪毙，女人会被性侵啊，你们要选哪一条路？结果刺刀不是对着美军，而是对着自己人，他们真的从悬崖上跳下去了，死了多少人？死了大概30万，相当于当时琉球人口的1/3多一些，所以你就晓得说，琉球人根本是痛恨日本人的嘛。他今天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一定要寻求独立。中国讲的地位未定论是没有错啊，不过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就像你说台湾啊有事，你们也有事，你们日本也有事。那如果说我今天讲你的琉球的话，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看法？对不对？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日本呢，高市早苗，你应该自己要想一个办法下台阶，不然的话这件事情不能善了。对，确实哦，所以现在琉球的内部充满了氛围，就是他们琉球人其实也不想要成为不管是日本或者是美国的炮灰哦。所以冲绳的民间团体最新发声，他们说台海有事，那么冲绳必定遭卷入。他们也痛批美国只会把冲绳当作前线，不会真的保护冲绳的人民。那同时间呢，大陆的官方的解放军报也特别在这个时间发文，他说只要日本介入台海，日本全国你都会有战争的风险。中国大陆能够靠着这个冲绳的民意的一个支持来牵制日本政府吗？上次哥怎么看？我们首先讲冲绳，其实在每年的11月初的时候，可是中国味非常非常浓的，因为他们固定在冲绳的时候会有这个首里城复兴祭。那这就是一个祭典，那么游街的一个祭典是什么呢？就是模仿在当时时候冲绳王国的国王王妃受中国册封的时候，当时游街，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在冲绳岛每年的11月初的时候，连续好几天哦，跟我们在京都看到那个时代祭，平安时期的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中国味十足。所以这种文化的根源的牵扯性哦，我们不只是现在在论斤计价这些，包括美军军事的这些现实性。那但是我们必须得说，今年2025年1月的时候呢，冲绳选出的新的知事叫做花城大辅，他当然是自民党跟公民党合推的，打败原有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玉城丹尼。要知道真的前几年冲绳的前知玉城丹尼真是红遍中日台，什么意思呢？202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赖清德刚选上的时候，总统刚选上，他邀请全日本所有的知事来，唯独不邀请冲绳这个知识，因为这玉城丹尼爱中国、爱福建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没事就跑去福建。所以为什么说李强接见？要知道，通常来讲，冲绳知识作为日本的一个县作为一个区域的部分的知识，你见不到像李强这样等级的人。就是玉城丹尼他拥抱福建而且一直视为说，刚刚我们讲文化的这个根源性、历史的根源性，所以可以说这几年当中，冲绳整个对于中国的连结是玉城丹尼这位前知识一手推动的，而且非常非常强烈。福建那边我去福州的时候，就好多跟玉城丹尼有关的，跟冲绳新建了很多新的这种合作的项目啊。当然，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其实对于整个在琉球来说，当然最大的反对就是美军基地了。我觉得美军这件事情有一个数字是，从美军基地建完到现在，在美军在冲绳犯的刑事案是数千件，将近7000多件。这里头包括强奸案啊，各式各样的抢劫，而这些的案件当中，95%以上基本上都是美国他们自己处理，并没有在日本或冲绳当地的法令来处理。所以为什么大家不能很难想象说冲绳为什么这么恨？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年轻女孩子等等受到欺负，各位几千件数千件。所以我们来讲现实性，不要说噪音啊、安全这些事情，现实性跟历史性拉扯，到目前为止在冲绳依然是非常严重。我们看到短视频很多年轻的冲绳姑娘都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冲绳人非常非常多，网络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样子深刻情怀可不是老一辈年轻一辈也都是。所以这种拉扯，我认为对于冲绳自己本身还是有个长期的这个晃动跟不安定的影响。